OK 了。是用纸本啊，住2天。那个罗利口那个2个塑胶袋是睡袋。我这一次给我放了写了一次。
知道哦。哦，你看有没有看到爸爸相机？爸爸相机在拍你啊！有没有笑？嗯。笑呢？OK，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叶。在欣赏完影片之后，希望接下来的解说也能帮助到即将前往登山的你。在这之前，记得帮我的影片按个赞，喜欢的话也欢迎分享和订阅。另外，我的频道目前已启用超级感谢功能，只要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不限金额就能直接赞助斗内阿叶。有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哦。玉山主峰海拔为3952公尺，为台湾群山之首5岳之一，百岳排名第一，是东北亚的最高峰。玉山北峰海拔为3858公尺，百岳8秀之一，峰顶上设有玉山中央气象站，为台湾海拔最高的建筑物。登玉山是身为台湾人必须完成的3大成就之一，不可以错过的3大在台挑战。这是从塔塔加安布玉山登山口出发，到达玉山北峰和玉山主峰。来回30.13公里，从海拔2580公尺到达主峰为3952公尺，高低落差为1359公尺，总爬升约2176公尺，总下降约2184公尺。白天最高温度大约8度，晚上最低温度大约1度到0度左右。感谢这次由传景生医提供的关键低周波治疗器和关键按摩带，对于山岳摄影师的我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它有国家认证、卫福部核准，全新3效升级，可以减缓膝关节疼痛，锻炼股四头肌和促进血液循环。治疗器主要有2大模式可以切换 ，TNS 模式可以减缓膝部关节疼痛 ，ENS 模式可以锻炼股四头肌。
全机完全台湾制造，享3年完整保护。因为我常要背负重量不轻的摄影器材登山，造成我常感到大腿、膝盖不适。这时候使用关键低周波治疗器搭配按摩带 ，TNS 模式可以享受像真人一般的按摩感，可以有效的放松、舒缓我的大腿肌群。而按摩带材质来自日本进口护膝布料，柔软亲肤，高压弹力加压，细胶垫片设计，可以完整包覆膝盖。平常与家人登山也会让老婆穿戴。不仅外观简约典雅，使用方式简单，还可以保护膝盖关节不受伤。EMS 模式则可以在我不方便户外运动时候使用。当它在运作时，可以明显感受到肌肉在用力，就像认真做了几组深蹲一样，还真的用完大腿会有酸酸的感觉。想挑战台湾人必登玉山的你，绝对少不了它哦。这次其实已经是我个人第5次登玉山了。去年2月第3次登玉山时，因天气不佳且过主峰风口后雾凇凝结严重，当天就决定只登主峰而放弃北峰。再来就是11月是第4次登玉山，这次原本要挑战单攻主峰，却受到天兔台风影响，当天上午5点半发布海上警报，全台国家公园和登山步道皆会封闭。继续前行最远也只能到盘云山庄，会有管理员禁止你再往西峰或是主峰前进，所以我就选择在7K 的时候折返下山。终于登出了，对，因为受到那个25号天兔台风的影响，现在道路直接被封闭。这什么意思？这是台风才要登记的吗？对，哦，台风就旅馆之下山。从登山口到达盘云山庄路程8.5公里，海拔爬升约800公尺。以百岳路线来说，坡度很缓，相当亲民。这是最初计划想攀登玉山前5峰，但是我抵达盘云山庄时已是下午3到4点左右了，而台湾冬季日落时间约在5点。我觉得如果我是要以摄影为目的登山的话，想要一次完成前5峰的挑战，之后可能要考虑不携带任何摄影器材了。那前往玉山西峰的路程来回4公里，预估耗时要3个小时。如果还要含拍摄的影片的话，时间恐怕会被耽误到。但既然有心想要前往西峰，在盘云山庄清亮好行李后，就直接出发了。这次行进西峰步道，到了约1公里处时，已是夕阳时分。这里往西边看过去，一片云海，相当壮丽。心想，就算这次玉山西峰未了，但能在这里欣赏云海配日落大景，这西峰就是下次再来补考吧。隔日清晨2点，山屋内开始骚动，因为大家各自准备要前往出发主峰、北峰或东峰，甚至还有遇上后4峰。而在过盘云山庄后的步道呢，则全程是上坡路段，要在2.2到2.4公里的路程爬升500多公尺，相较前一天的8.5公里爬升800公尺。前往山顶的路途呢会较艰辛，需通过适当的休息来调适海拔的上升。当到达2.2公里处时，即是主峰与北峰的岔路口，这里的风变得非常的大，加上0度的低温，如果是要上主峰等日出的人们，都会在出风口前的铁笼区避寒休息，而需前往北峰者，接下来就要面对碎石坡的残酷考验。当初2022年夏天通过此地，风虽然微弱，但碎石却是湿滑的，我在碎石坡上有滑倒。2023年秋天也通过这里，这时风明显比夏季大，但因为有风，所以碎石是干的。这次平安通过碎石坡，但这时是冬季，过风口后狂风呼啸，没有夸大，绝对有8级以上风力，阵风10级以上。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好好站立和稳定行走的程度，更何况还要走将近60度的陡下坡，并且踏在滑动和剥落的碎石上。而我这次刚下碎石坡路段时就发生意外了，虽然我的右手有拉着栏杆上的铁链，但因为我的脚没有踩好踩点，因此失足滑倒。但同时我的手还拉着我的铁链条，所以立即造成我的右肩膀脱臼。不过幸运的是，当我准备好起身移动时，突然响了2声比狂风还要大的声音，咔嚓！瞬间觉得右手可以自由活动了，于是尝试走了几下，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往北峰前进。刚刚一下北峰就滑倒，右手手臂有点脱臼，不过大概是接回来了。但毕竟有伤在身，这移动的速度缓慢许多。碎石坡还未走完，在经过八通关岔路时，就已是黎明时刻。等到达北峰气象站时，已是早上8点左右了。以一般的脚程来说，我已经耽误了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但这天天气也很特别，日出过后没多久，玉山主峰就被云雾覆盖，而气象站周围的景色也是时有时无的，与昨天一整天主峰都万里无云
相比，今天天气似乎变化很大。不过这次目标已从5峰改为竹北2峰，加上背负重装、手臂友善和天气不佳等因素，当下也不急于离开，所以我决定在气象站停留，等待看看是否有机会云雾上去。但身体因休息而感到非常寒冷，羽绒外套、厚手套和暖包全部出动。没想到这一等待就是3个多小时，到快正午时间，厚重云层突然全部散开，玉山主峰映入眼帘，完整重现新台币千元大钞上的美景。虽然不是我第一次观看此角度，但每次欣赏都还是觉得相当感动，震撼人心。从北峰往主峰需原路折返回峰口，我必须再面对碎石坡路段一次。通过这里时，风速依然很大，几乎要弯着腰90度行走。而原本我想在这里拍摄一段我走上坡吃力的样子，所以等到一个风力比较弱的时候呢，稍微往右侧的岩壁靠，想要先架设好脚架，再回栏杆那边走一遍。谁知道才刚移动到岩壁那里，狂风马上来袭，完全无法架设相机。我甚至觉得光是回到栏杆那里，我也会被风吹走，只好在原地停留，待风速变小时，放弃拍摄，继续往主峰前进。之后从峰口上主峰约200公尺距离，步道皆是在岩石峭壁上，所以大多数人会收纳好登山杖，手可以搀扶岩石、岩壁或抓紧铁链，只要留意好踩点，就可以安全抵达台湾的最高点玉山主峰了。而此时已是4点傍晚时分，现在就唯我一人独享全台湾最高海拔的云海日落大景了。自己觉得有趣的是，大多数人都在主峰上等待日出，唯独我反其道而行，更喜欢孤独静静地一人，比较清幽惬意。抵达主峰时，我穿在长裤里的短裤早已蓄势待发，不畏0度寒风低温。在玉山主峰的标高石牌见证下，我英勇地脱去长裤，立即从包里拿出秘密武器——关键低周波治疗器和按摩带。它组装非常的简单，可以轻松并且牢靠地固定在膝盖上，就算强风严苛的玉山上也不会有任何的失误。而此时此刻，我置身世外桃源，终于可以在玉山主峰上解放我的膝关节和大腿肌。这次走夜路通过碎石坡时，真的很粗心，没有站稳脚步，造成手臂受伤。但冬季高山上的风真的很夸张大，除了要站稳走好之外，我觉得要携带头盔也是必须的，才可以让头部多一份保障。住宿申请及入园入山申请，住宿最重要的就是要申请全台湾最难申请的排云山庄。而申请排云山庄的必胜攻略呢，我已经有非常的详细解说在我第1支的玉山影片里面，可以点击上方的连结观看哦。不过要留意的是，目前申请山屋入住已由台湾国家公园陆山入园网改为台湾登山陆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其申请流程几乎不变，申请后还会自动申请入山证，相当便利。目前我登玉山多日行程有4次，皆申请平日住宿，而且每次都成功排上，其中还有3次是连续住2晚，真的可以让行程没有时间压力。毕竟我的交通都是自驾，开车来回也挺累人的，所以我真心建议住排云山庄，申请平日候补上的机会会高于假日很多哦。这次住宿排云山庄只有租借睡袋，而2天的晚餐则是自主泡面吃。在冷冷的冬天里，有热汤喝是一件很舒爽的事。自己主食则需要留意，开火区设置在排云山庄1楼餐厅的后门出口，需要使用外面安排好的桌椅和自己的餐具炊煮。虽然场地在外头，但有帆布可以挡寒气，甚至雨天也可以遮雨。而炊煮完后呢，就可以入内餐厅享用。独需订餐或睡袋的话呢，详细订购办法一样，可以参照上方的链接，我的影片都有详细的解说哦。这次装备整体重量约18.52公斤，不含出发当天在便利商店购买的零食和登山时的午餐。摄影器材3C的部分占了4.64公斤，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次摄影器材需一提的是，我的空拍机差点在主峰上被吹走，毕竟 Mini 3 Pro 定位是轻型的入门机，安全风速是5级风。虽然主峰上的风没有比风口来得大，但当下绝对有超过5级以上的风力。才刚升空呢，马上就被吹到几百公尺外，我赶紧切换运动模式，好让它可以破风再飞回来。原本想要再尝试重新起飞的，但是光是拿在手掌上强力的风就已经就是把螺旋桨转得呼呼叫了，感觉就快要被吹起来，所以我还是只能放弃再飞的念头。还有我的睡袋目前是使用 C2 3米的 SP 度，舒适温度4度，最低温度-2度，但依然在0度的车室内觉得寒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什么冬季用的睡袋吗？如果是轻量的话更好哦，欢迎在留言处跟我分享。那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说出你的感想，或是分享自己的经验。我是阿野，那我们下次山上见，拜拜。哇，路超久，疯狂重录。